大家好，我是北美胡歌。这2个礼拜呢，因为湾区已经不让大家出门了，所以说我只能在家里拍这些视频。然后，因为这些 COVID-19，对吧？在美国，很多人开始抢东西，就是在超市里边抢货。然后呢，很多人觉得不太安全，尤其是中国朋友们。然后很多人问我，就是说，比如说要用什么枪，在家里最好是防身自卫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就准备讨论一下这事儿。当然了，除了枪，还得说一下子弹。有可能要说长的话，我把它分成2个视频，然后咱们一会儿看着办吧。那好吧，咱们先开始从枪开始说。然后呢，最普遍的3把枪就是散弹枪 shotgun、手枪和一个步枪。然后呢，我一会儿说一下每个枪，就是我自己的。就是我当然了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对吧？我只想说说我自己的，我认为就是哪把枪最好吧。咱们先开始说 shotgun。然后呢，比如说前2天呢，我听着一个朋友说，是不是 shotgun 是最好？因为首先那个就是它这个声音，对吧？特别的怎么说呢？特别响，而且是它是特别特殊。然后所有人一般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呢，就觉得是不是抢匪就会跑？首先呢，这个事情说实话不是那么好说，因为要想想，比如说要在美国，尤其是有人要去你家抢枪的话，就是抢东西的话呢，一般也不是空着手来。然后你要是等比如说别人进来以后呢，你要然后呢，他们就知道你就是给他们说清楚你有什么枪，然后他们也可以再做好准备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事儿呢，就是说要想清楚，不是说只要是因为有声音的话，就好像别人就会吓跑。不好意思，然后呢，先说说散弹枪吧。就是散弹枪，我说实在话，并不是会用散弹枪，比如说它防身的。首先呢，因为它很长。这把枪呢还是个20个 gauge， 就是它是个小点 gauge。子弹在这儿，就这么小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20个 gauge 它本来就是它已经小一点了，而且这是24寸的就是枪，就是24寸的枪管。普通的时候更长，26寸。然后你可以看看，比如说这整个一把枪就是有大概1米了吧。然后比如说要想着在家里的话。你比如说在家里，就走廊短一点，不是走廊窄一点，然后屋子小一点的话，很难去晃枪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是我觉得是第一大区别，第一大缺点。第2个缺点呢，就是它的子弹容量很小。比如说我这把枪，是各一个4发子弹，1、2，然后呢，在这里枪膛里边还可以再搁1发，就5发。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，比如说要是真要有人来抢我的话，我不知道五发子弹就是够不够。然后呢，不够的话呢，而且它最大的缺点就是说上子弹非常难，一发一发上，对吧？是这么一发上，然后我第2发子弹在那儿，得了，无所谓了。第2发上的话呢也很难，要想上4发的话，最快的话我自己的话也起码10来秒吧，所以说。10来秒的话，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长的时间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些朋友会说，胡哥是不是因为散弹的话呢，它就不需要瞄了？这个也不是正确的。因为散弹它打出去的话呢，它不是这么宽的打，它是这么直，就是它会散出去，但是也会很细的散出去。比如说在10米的话，大概就这么拳头这么大的散弹吧。在25米的话，大概人这么大，差不多吧。而且看你枪管了。对了，枪管还没有说，我这把枪管24寸，你可以买短一点枪管，18寸的。还有那种手枪的散弹枪是12寸的，这么短，对吧？那样的话呢，就是短一点，但是还是挺长的，而且还是有其他一些就是子弹的限制区别。所以说呢，不管怎么说。对我来说的话呢，我是不喜欢散弹枪，会什么，就是防身。那好吧，先把散弹枪放这儿了。然后第2把枪呢，就是个叫所谓的 polar opposite， 对吧？就是一把手枪。手枪很小，而且是很容易去在很窄的地方用，对吧？比如说就是，而且一般人都这么打枪，就是
这么打伸直了。说实在话，要在紧急的时候也不需要，因为可以这么打就是后坐，因为它后坐力不是很大，所以说这么扶着枪很近一点的话就可以打。所以说呢，在防身情况下呢，这个很有用。而且它的好处就是说是换子弹的话，上子弹的话很快。比如说在加州，咱们只能有10发子弹一个枪匣子里边，但10发子弹的话很容易，比如说打空了以后很容易换，对吧？就是摁一下，下一个换一个子弹上去，然后再拉一下，就可以走了。这是假子弹，所以说不要害怕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是手枪的好处。但是反过来呢，手枪因为就是看你枪法怎么样了。一般人的话，在很着急，就是 high stress， 就是这种就是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呢，可能打的并不是那么准。这是手枪的唯一的区别。而且比如说我这把枪CZ75B 对吧？然后那个你可以看就是这个瞄准镜并不是很清楚，所以说在黑一点的情况下，比如说在晚上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瞄准。当然了，可以买另一把枪，下边有个 rail 对吧？可以搁个灯啊，可以搁个就是个 laser， 搁个镭射瞄准器，这都是对那种情况下有帮助，但是还是看你自己的枪法怎么样。比如说我自己的手枪枪法并不是很好，所以说呢，要是在高压力的情况下呢，有可能我也会打得不是很好。那好吧，先把这先这么说。然后呢，我可能就是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是一把步枪，比如说这个 M4。当然了，它也是很长，就是枪管这个枪管是16寸的。当然了，可以买更短一点，但就是说 Federal 里边14寸、16寸是 minimum， 但是你要买个14寸点5、14寸半，你要搁一个就是拿不下来的这个 muzzle brake 的话，要不然任何东西的话，也算到那个16寸里边，所以也可以买个14.5寸的。在其他州的话呢，有的时候你可以买个，比如说 A25的手枪，可以说更短，比如说10寸、12寸那种。然后呢，什么这是枪管的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因为一般人打步枪的时候呢，打的比打手枪准，因为它有很多，就是很多地方可以跟着身上连着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脸，第二个，然后手上第三个，这是第四个，有4个地方可以去跟身上连着，所以说一般打的话呢都很准。第二个呢，比如说手枪的后坐力，有些人对有些人的话，那个9毫米的后坐力算挺大的，但是对我来说还不是很大，但是因为我是肥，但是呢，比如说像这个5.56的步枪的话，几乎没有任何后坐力，所以说在连续打枪的时候呢，要有一个像我这种 muzzle brake compensator 的话呢，一般的话在近距离那个它跳起来的怎么说嘛？它这么打对吧？它后坐力不是很大，所以说枪头就是枪管跳的不是很高，所以说再打下一发的话也打的也会很快。所以说第三个呢，就是说上子弹也很容易对吧？还是假子弹，上完以后放下来换新的，摁一下这个就可以再接着打了。比如说要练快的话，一个人两三秒钟就可以换一个子弹，然后就再接着打。所以说呢，比这个要快。手枪也是两三秒钟，最慢的话也就2-3秒钟吧。还有什么好处？对我来说，这个好处就是瞄准器，对吧？因为比如说，我这个是红点的瞄准器，说实话这是全息的瞄准器。然后我有另一个视频就是讲红点、全息和那种所谓的 magnify， 就是放大标准器的区别。然后呢，我把我把那个 link 放到下面，然后大家可以看看，就是你自己觉得哪个好。但是比如说在近距离，因为防身在家里，对吧？近距离的话，我觉得红点和全息是最好的，尤其是这个 EOTech 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外边有个圈，中间有一个点儿，这样的话呢，而且是2个眼睛睁着可以打，然后这样的话，瞄准非常快。而且还有什么事呢？而且整个这把枪，说实话呀，这把枪挺沉的，但是可以按一个更轻一点的。比如说我这把枪可能加起来有7.5到8磅吧，
但是呢，比如说可以买个轻一点的 handguard，轻一点的枪管。然后我有另一个视频就讲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 customization，然后可以买轻点的瞄准计，所以说呢，这把枪也会很轻的，就是也可以做成很轻的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其他的事儿可能就这么多了吧。长短的话，当然了，比如说我喜欢是做最长的，有一些朋友们可能会把它可以割短一点，所以说这样也方便。反正对我来说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种步枪 AR-15这种步枪。假如我要真想去防身的话，当然了，还有另一件事就是说，比如说像我们湾区的话，房子一般都挺小的，尤其是我们家。比如说真要有人来抢的话呢，可能只有几秒钟才有时间去拿枪。这样的话呢，大家就得想想，就说自己把枪搁哪儿，因为。当然了，你把枪搁到外面的话呢，很容易，比如说别人碰一下走火啊，别人玩，而且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话呢，这是违法的。所以说呢，手枪的话呢，可以搁到一个就是所谓的 quick access safe 里边，就搁到床头上边。然后呢，这个的话呢，就是这两把长枪的话就难一点。所以说大家要想想，就是说自己的情况下，哪一种武器是对自己最好。那好吧，那咱们先停一下，我去把几发子弹拿出来，然后咱们讨论一下子弹上的有什么区别。好，一会儿见。